陈老师，你今天怎么穿那么帅啊？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叫我小江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 Boss 江，中文叫做江博士。那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各位呢介绍我们2026年最新的预购产品 MAD 超强专利静音抽风箱。那你怎么穿？因为我们的钱目前都拿去开发抽风机，不够钱买西装裤。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首先，我们先了解抽风箱是什么。你看这个箱体，它就是一个所有做模型人在家里喷漆的时候呢，都需要的一个设备。因为你在喷削机器的时候呢，它是有毒气的，那你需要把它抽走，就是这么简单。那你可以健康快乐的一直做模型。那我们这个品牌呢，已经成立10年了，到底为什么现在才帮各位做抽风箱呢？因为贵。什么贵呢？就是它开发成本非常的贵。首先，各位可以看到这种抽风机，好，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抽风机，那你还可以看到这一种非常廉价的抽风机。无论你看到哪一种抽风机，它都不是为了模型圈所专门设计的一个抽风机，它直接随便套到一个箱体上面。Yes，the function still working 。那么这样子装在家里，你在你的书房摆着这么多漂亮的钢弹模型，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突然放了一个厕所的抽风机，人家都会以为你在马桶旁边喷漆呢。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开一个专属于模型人使用的这个抽风机。那首先这个开模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另外呢，我们来看它的箱体。那你一开始可以看到，这个亚克力切割的箱体，它在搬运的时候很容易破损。好，那你可以看到这种纸做的箱体，虽然呢它的成本比较便宜，但是呢它的耐用性绝对没有铁箱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铁箱。那这个铁箱要怎么做呢？这个铁箱我们可以去雷射切割，雷射切割一颗很贵啊。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去做冲压呀。那冲压要什么？一样要开一个非常大的刀模。如果你一个人开了一个这个刀模，再加上这个抽风机开模成本，你做这一个抽风箱至少要70几万台币啊。那么这个70万你不可能自己花下去 ，MAD 帮你花下去。是不是？你看我们阿龙的情绪已经给到最满。各位可以看到当我们想要花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买到这样子的抽风机呢，没错，它唯一的solution就是帮大家开模。那除了开这个模以外，我们甚至还帮各位写了专利。那么它是什么专利呢？中间这个挡板是做什么用的呢？很多人以为这个挡板架在这里，它的功能是你喷漆，漆的味道被抽进去以后，漆就不会出来，所以他们都叫它叫做防回风的板。那么这个防回风的板，它的功能就只有防回风吗？不是。它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做成2片？因为当大家一直在考虑防回风，把它挡住，全部挡住的时候，你忽略了一个事情，是什么？进气量。各位可以从这个影片看到，当我们中间多开一个洞的时候，并且调到一个我们设计好的角度，以及搭配我们上面这个小小的这个挡板，你将会在相同的体积中得到最大的进气量以及良好的防回风效果。你看这个透明的这个抽风箱，我们是用这个烟雾机直接对着它打，无论你开的气量多大，它几乎是帮它把99%的这些气都抽进去，而它想出来，它根本出不来，因为呢，我们的叶片设计，它到这里想出来，它就又被吸进去。可是你中间没有那一条沟，以及没有这个角度，它的进气量以及回风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最小的体积中达到最大的抽风效果。我们也得到了实用新型的专利。好，那这个专利也是要花钱的。而且呢，我在这里宣布一个好消息，这个产品所有的风机的模具费，还有铁箱的刀模费，还有我们申请的专利费，全部都由 MAD 包了。这个专利呢，
还有一个重点，我们帮各位开发了一个东西，叫做集成配件。这个集成配件呢，主要是使用在无尘室。你走进去无尘室，走进去比较高级的产线，你都会看到这种集成纸，它可以做到有效的集成，而且你一张可能可以喷1、2个月。那你喷了1、2个月之后，如果你觉得它真的太多粉尘了，我们再把它撕掉。它一次有10几20张啊，你10几20张可以喷1、2年。所以当你把这个臭味抽走，并且也把粉尘都集中在一起，那么我们在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想到这个产品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的 CP 值是什么？我们的 CP 值是 Research and Design。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摄影棚跟我家都被这个抽风机给占满。我们一款又一款的去设计，一款又一款的去变更，并且呢，我们去开模，同时满足 quantity and quality。所以我们的 CP 值是一步一步做过来。那我们要把价格压得非常非常的低，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可以给你最优惠的价格。那你还要考虑一些利润给店家，这些店家才会永远支持我们这个品牌。所以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历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才做这个抽风机。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抽风机到底有哪些优点以及它的规格。首先呢，我们跟各位介绍抽风机的第一个规格，最重要就是它的抽风量。这个抽风量呢是330 cmH， 就是风机本体。也就是说呢，它每小时可以达到330立方米的空气交换。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外面买那些抽风机，大概100多、200多，那200多那个声音就有点那如果到300多，它大概是这种感觉。那么我们这个330的这一台你最后看到我们这个整机，它的这个抽风量跟阿智他们现在在使用的这一台一模一样。你可以想象吗？我们现在把这个箱体缩小这么多，然后把这个抽风机这么大的心脏拿出来重新开模装下，现在整个体积只有原本的1半多一点，可是它却有一模一样大的抽风量，而且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分贝。我们正常在这个房间里面讲话的时候，你家大概会从40几分贝到50几分贝，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而且像我们这种中气十足的人讲话呢，一讲话大概就会落在60分贝。60分贝就是我平常跟你讲话，喂，你等下被夹杀，可能50几，呵。然后如果是骑车，然后骂脏话的时候，喂，这个时候大概是70、80分贝。那什么样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分贝数呢？基本上它最好不要超过60。所以我们的抽风机开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距离50公分跟距离30公分的操作的时候，它仍然没有超过60分贝，并且你稍微站远一点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它是打开的。所以同时满足非常大的抽风量以及低分贝，是我们设计这款风箱的首要目标。你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我们设计的这个抽风箱这么大，为什么我们开始设计这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风机跟投影片一样，就只有这样子才可以抽这么多啊。可是当我们把抽风机变小，抽风力一样，静音一样，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箱体缩小。那么这个箱体到底为什么要缩小？我们很多做模型的人的桌子在我们家里面就是一个学生桌，你可以看到这种桌子那种桌子。那假设你的房间比较大，你可能是这种桌子。这边顺便业配一下，我们准备出升降桌以及模型人专用的模型桌。那如果你买的是最小张的，我们都要卖桌子了。我们竟然出了一款抽风箱这么大，把你的桌子占满，你都不用打磨吗？你都不用刻线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帮你的桌子留一点空间放一些漆，放一些工具，那你才可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同时做模型以及满足喷漆这2个条件。所以我们第3个点就是要缩小这个体积。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就帮你做非常大的抽风量，第2个非常低的噪音，让你操作的时候非常的舒适。第3个尺寸要适中，每一个人的家里都要放得下。第4个我们要坚固耐用，用一辈子不会坏。会坏的是什么呢？电机，电机都是有寿命的。这个寿命到的时候，这个箱体就没用了。不，我们就已经帮你考虑好，你们可以单购这个风机。这个风机你可以一次买2颗、3颗，基本上
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你再也不需要为了这个抽风这个问题来困扰自己。另外，我们还是要强烈的跟各位分享一个什么叫做抽风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假设你的房间是330立方米，330立方米换算约10几平左右。普通模型人的房间不会超过10平，如果超过10平，代表你不是普通的模型人。那么我每个小时可以帮你交换这330立方米的空气。记住，你听到一个 keyword 是什么？交换。交换，你要把干净的换进来。那么你把门关起来，你把门窗紧闭，请问我要跟谁换？好，虽然我可以抽掉这么多，可是我得不到干净的来换。所以在喷气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的房间门打开，让更多干净的空气进来，然后把脏的空气交换出去。那么，如果你真的开很大的枪，330都还不够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把你的窗户打开，多一个普通的排风扇。这个是在超级大枪喷超多零件，你仍然可以有其他的设备辅助。但是平常如果你是开小枪，它是绝对够用的。可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世界上再好的抽风箱，它都需要空气交换。各位可以看到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在一个停车场，不断的把脏空气抽回来，并且没有地方可以排放，你怎么交换都是在交换脏空气。所以给更多的干净空气进来，让这个气味出去，搭配这个抽风箱，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再来呢，我们帮你们考虑呢，下一个点是非常简单的组装流程。当我们在运送的时候呢，这个箱体已经都帮你粘好。那这个粘好的箱体，我们会把风机以及它的配备灯、管子都放在这个箱体里面。所以你一拿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把这几个组件装完，风管竖起来，你就可以开始喷漆。那本来呢，我们是帮各位做成这个拆件式的。那拆件式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板件，而这些板件装完呢，之前为了帮各位省这个组装的成本，我们这些电线这些配件全部都是分开的。我们后来想到一件事，万一你线都接错，你还没有喷漆，可能就先失火，所以还没有喷漆就先灭火。那么考量到这个大家的安全，我们帮这个组装的流程简化到了一个极致。你想装错都难，因为我们组装的时候有防呆机制。这个抽风箱呢，还有一个点，我们用了这个铁箱。这个铁箱啊，如果不烤漆的话，我们可以帮大家省大概1000块的成本。但是这个不烤漆人看嘛，你毕竟你要放在家里，我们觉得美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再来，我觉得我们一个品牌之所以成为品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 research design， 然后帮大家开模 quantity， 然后又帮大家注意这个安全及性能的 quality。那么我们这一份精神全部都在这个武士商标上面。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箱体没有武士的商标？那你就看不到我们的品牌精神。而这个武士商标，我们是用3D 立体贴纸。有时候我们是请妈妈们，那有时候呢，可能是漂亮的小姐姐们，一张一张的帮你贴上去，把我们的精神牢牢的贴在上面，让大家在使用的时候3不5时都会想起来啊，我有什么耗材用完了，要去买一下 MAT。还有一个点呢，当我们要喷漆的时候，如果物体放进去这个箱体，它会比较暗。那这个比较暗，大家喷漆就看不清楚。你们可以看到我一直用的这个投影板，这是我们帮你附的 LED 的灯条，它同时有这个投影机的功能，但是你要搭配一个剪辑师、一个摄影团队，它才有这个功能。不然平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LED 灯。所以基本的照明我们也帮你想好了。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去找了台湾最大的这个抽风机的品牌之一，让这个最大的品牌帮我们生产抽风机，有品质、有认证过的风机，大家拿到是安全的，包含这个电线都是安全的。而且我们这个抽风机呢，它的电压范围是从100到240，也就是说全世界都可以使用这个抽风机，只是说不同的国家，你买到的附的那一个插头会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铁箱的冲压、烤漆、贴纸，它必须由3个工厂完成运输、保护、包装。这无形中呢也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可是如果没有做这件事，它就真的是一个太普通的铁箱。那我们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并且把价格压得很低的。那么最后呢，大家最关注的这个部分，就是有这么多优点的抽风机，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不用，不用。这可以了吧？这个6980呢，我们还送你什么？里面的这个灯条，还有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集成纸。这个集成纸到底有什么功能啊？你看喷漆一喷上去，它就可以把这个颜料都吸附上去，真的非常的便利，更换非常的简单。还送你一个什么？这个红管，而且我们帮你挑这种黑色，为什么？比较帅。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一直没有跟各位说，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出风口。你们看传统洗它里面是空的，我们为了你们再开一副模具，多了这2个叶片。这2个叶片可以干嘛呢？当你的这样风这样子打开，就可以吹出去。可是有时候你们接在窗户会懒得关，它可以达到轻微的这个防回风效果，因为外面的风很大吹进来，然后它可以稍微帮你挡住风，不会让外面的风一直跑进来。还有呢，万一你一直不关，你又没有那个纱窗，万一有鸟要进来怎么办？所以我们帮你挡住，至少动物进不来。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建议你至少你夹的时候至少是夹着一个纱窗，尽量不要让东西飞进来。光这2个叶片，它的模具费要10几万，可是我们初回预购呢，因为我们要摊提这些模具费，希望赶快回本。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东西，除了送你以外，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最优惠的价格。阿龙的叫声真的是不错。6280啊，基本上就是连这个虾皮的手续费都不够付，所以有些店家哀嚎啊。那么我告诉各位，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key point， 叫做什么？阶段性的涨价。也就是说，当我们卖到一个数量，它可能会变658；当我们再卖到一个数量，它会恢复原价6980。以及我们现在送的这些配件呢，它全部会变成选配，这个才是这个产品最正常的价格，才是可以让店家活下去、让品牌活下去的价格。为了感谢第一批就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才开了一个这个破天荒的这个价格，真的很扯。那现在价格已经出来了，好，希望有需要的朋友就赶快支持。这个叶片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你如果真的很懒得洗，可以怎么样？可以直接单买叶片。我用了1年，我就把电机卸下来，把螺丝拆开，上面有一条跟灯组衔接的这个电线，把它卸掉，然后呢，把叶片拆下来，换一个新的。抽风管，你们也知道，抽风完这些粉尘会卡在管子里，你用1年就换一条，把它丢掉就好。难道你要洗管子吗？那个管子这么便宜，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有人去真的去清洗这个管子，那个集成纸也是耗材，你可以再买。最后我觉得最可爱的问题来了，这个箱体里面可以用溶剂清洁吗？请问我们是把什么东西喷上烤漆吗？那烤漆你一直用溶剂去擦这个烤漆，它多多少少会被擦掉一些。基本的清洁，如果你觉得上面有一些漆粉，你看得很肮脏，你用酒精擦把它擦掉就好。我们就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好，那这个抽风浆基本上就可以陪伴你非常的久。好，那么这个管子接上去的时候啊，基本上它是需要一个这个金属环，真的不要再叫我送了，我们已经送到没有利润，如果再送下去，我们就连模具费都不用谈。那最外面那一层呢，因为大家每一个人家里的窗户不一样，所以呢，你就选一个你们家可以夹的。我们是6寸风管，有人会请木工切一个圆，我们把它接在这个圆这里，就可以一直使用。那有人问说，会不会有那种，原本一个圆圆的，然后把它变扁扁的，这个风压会改变，而且声音会变大声，排风量会降，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就圆圆的夹着就可以。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这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花10几万的模具帮你重新开这个叶片在里面跟箱体绑在一起。那这边呢，我们还是要提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水帘这个设计哈？它也不完完全全只是考虑到这个集成，原因呢，是因为当我们在喷漆的时候，最直观的效果就是这个排风量、空气交换量有多大。因为毕竟我们要带走真正的最重要的因子，叫做溶剂的味道，而不是漆料的这些颗粒。那么空气的交换量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子。因此呢，我们设计了330 cmH 的超大排风量。另外呢，当我们在开发抽风箱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只要你有这个水帘的装置，就会有些异议，加上这个大，那它大概会比这种
没有水帘的呢大了10分贝。68分贝的声压振幅大约是55分贝的4.5倍。那假设我们是58，假设它是68到70，那你长时间操作的体验跟舒适度是差很多，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到在这个抽风箱里面相同体积，甚至是更小的体积，我们达到了最好的抽风效果，而且它的声音是最舒服的。那么喷漆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集成纸，最终呢，它把这个粉尘集中在一个区域，你长时间使用，一定会有一些颗粒甚至起毛的现象。当那张纸很脏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它撕掉，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干净的操作区域。大家还是要记得，最重要的是，仍然是把溶剂抽走。所以你们要记得，随时保持更大的干净空气量进来，甚至在另外一扇窗也把它打开。增加这个空气交换率，你才可以一直很舒适的喷漆。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投影片关掉了。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在开发这款抽风箱的时候，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跟阿龙，我们设计师阿龙说：“阿龙，你下来，我带你去拜访一个很大的厂商。那个厂商是几亿资本的厂商。”几亿资本的工厂，然后他说你要干嘛？说我要去谈抽风机，我可能会失败，但是我还是要你跟着我去。我说要干嘛呢？见证我的失败。我即使知道一件事可能会失败，我仍然要去做看看，因为不做就不会有成功的一天。当天那些各部门的协理、经理、副理全部都来，我就一个人跟阿龙坐在那里，告诉着他们我们的梦想是什么，这个抽风机对我们有多么的珍贵，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帮大家做好这个抽风机的一个品牌，拜托你们这么大的厂商帮我们。然后我就把历史上我们销售过的卖给各位的砂纸的数据拿出来，喷笔的数据拿出来，告诉他们说我们做得到，我们跟各位是零距离的，你们的需求我们尽量做到，但是厂商这边要不要帮我们？我不断的去说服，不断的去开会，不断的打样跟改版，总共11次，所以很多。你看，这里都是我们曾经失败过的这些证据，但是现在我们终于成功了。这也让我相信了一个公式 ：image, belief，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实践。我们要想象一个梦想，想象一个产品，我们相信我们会做出来，我们相信你们会支持。那最后呢，我们把它做出来。那么今天江博士的演讲就到此为止了，拜拜。One more thing 啊，什么意思？人家那个贾博士都会再强调一件事，有没有 ？One more thing。昨天 Kobe 问我这些模具费到底是多少，我们花了52万。然后这52万具体是开哪些呢？白色这一块，还有上面的2个叶片，然后白色下面呢？风机跟它结合有一个黑色的橡胶垫片，然后还有风机的这个电源跟电灯的电源，它要集成在一起，所以这里有一个开关总成，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接在一起。所以这一笔钱呢，就是花在这3套膜。那这3套膜到底有什么用意呢？第一个，这个橡胶垫片它合起来的时候呢，它会增加抽风的效率，因为风机到风管这一段基本上快要没有间隙了。所以它抽的时候效率很高。第二个是这个叶片，我们怕平常那个风太大，台风天你忘记收管，它至少可以帮你阻挡一些风。还有这个风吹回来的时候，你的管子里面一定会有粉尘，无论你是任何类型的抽风机，即便是水帘也都是，里面都是粉尘。那我在这里帮你挡住，可以帮你减少很多粉尘回流。那最后呢，你在换管子的时候，因为你抽管，那些粉尘因为你的震动，一定多多少少会掉在这里。那有这2个挡板帮你挡住，你到时候用吸尘器吸，再把它拆下来清洗，会方便很多。因为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 Kobe 问我说：“小江你怎么用白色啊？怎么不是黑色？”我说：“你以为我比赛没入围就都没有美感是吗？”你们现在看到这里全部都是3D 列印因为我们现在打样嘛，模具正在开。这个是以后是黑的，这个集成纸这个集成纸以后也帮大家标配黑的。还有那个橡胶垫片我们现在是用厚纸板暂时挡住，效果就这么好。到时候是实际的橡胶，也是黑色的，所以这个部分不用担心，它是完全非常美观的。再来，如果你真的很爱干净你每次喷完的时候，麻烦
用这个酒精擦拭一下。它擦完它使用的舒适度就很高。然后我们不是有送你这2组？如果你觉得你到时候连里面或者是底面都想要一丝即换，因为这个没有换的时候，你现在短期真的看不出来。你长期去看我们工作室用很久的，靠那个旧化之美啊！好，所以那个撕掉，这里面转螺丝，转一个，那边转一个，角度折过来就可以撕掉另外一张，都很轻松，好，清粉尘非常快速。再下一个问题也是磨油的问题，好，可以磁吸，这样，咚，这一颗一定要上，这一颗没上就不是我专属的啦，可以代表你个性的专属抽风箱。还有什么问题？下一个问题是最可爱，就是我不在意抽风量，我只想知道有没有味道。330 cmH 就是每分钟是多少呢？可以换5.5立方米，5.5立方米，1个立方米是1公尺乘1公尺乘1公尺。你如果1分钟里面喷出了超过5个这么大的脏空气，那你确实就需要更多的交换量。那以阿志跟我们布莱达师傅，你看到它是330加330，正常他们使用的时候就是660。当他们2个都在洗喷笔，或者是开大枪的时候，用大喷枪的时候，我们有帮他楼上再装一个660的停车场级的抽风机。那他们整间呢，我们帮他装到1200多。所以再次强调，如果你开小枪，轻轻的喷，那就1台就够了。那你觉得不够，你可以加购一个比较便宜的排风扇，装在你家可以换风、换干净空气的地方。那以我个人，我自己是装2台停车场，所以我那边也是660加660，所以1300多。你看我里面那一台，因为没有设计这个防回风，而且是上抽，那个效果真的是被大大的减少了。然后我说我们现在设计成这样，真的是我们现在整间公司里面最完美的一颗抽风箱。还有什么问题？买那个普通的抽风机，即便它写330 cmH， 但是因为它是没有风压的，就是它就是一个电风扇的概念。如果你装的这些管子很长，当你压力不足，330标注，可是它的耗损可能会耗损到100多，所以实际没有抽掉那么多。我们这个呢是，它是有一个离心，这里有一个叶片，然后这个叶片在转的时候，它会产生压力，然后以及我们的电机，它会对抗外面的风压，对抗这个管子的长度，所以它会一直有压力。所以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抽风系统。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